我 Serena 是立志于今年一定不拖更的人，然而呢，刚更新了几个月，我又不见了。那这几个月我到底去哪里了呢？你标题不是都说了你怀孕了 ？No。整件事情还是要从6月说起。6月初的一天，我坐在家里，非常认真的打开电脑准备工作。这个时候 Ted 冲了进来，告诉我他要去日本出差了，所以我们借由出差的机会，顺理成章的回了一次台湾。本来以为我会在旅程中疯狂的赶稿，谁知道刚回去1个礼拜我就失声了，这个失声。然后我就只能躺在家里吃了1整个礼拜的感冒药，终于我有一点点声音了。既然拖更了1个礼拜，那么我就要卯起来赶进度了。然而就在我非常认真的打开电脑准备工作的时候，我被窗外美丽的高雄景色吸引了。高雄的夜色那么的美妙，富士的泡汤那么的惬意，机场休息室我们喝了1杯再1杯，然后就……天哪！我爱频道啊！7月的第1个礼拜，我们又回到了美国。这次我真的要好好工作了。就在我非常认真的打开电脑准备工作的时候，我收到了一条来自朋友的讯息。于是，在7月的1个半夜，我发现我真的怀孕了。还来不及惊喜的我，突然就陷入了各种焦虑。然后心慌慌的我又开始了解起了美国的各种产检规则。美国非常特别，它不像亚洲，我什么时候想去检查就去医院检查。美国它只能是预约制的，最早也要在第8周开始预约，所以我的预约就被定在了2周以后。因为根本之前都不知道自己怀孕，所以做了很多良心不安的事情，所以后来我就斥巨资吃很多龙虾、鲑鱼这些东西，当然不是为了我自己，真的就是为了要提供高营养、高蛋白的这个食物给小孩。虽然我当时还是在怀孕非常非常早期的一个时段，但是我还是学着所有妈妈的样子，开始学习怎么去测糖，也会跟肚子说说话。我还专门制作了1个月的行事历，准备在产检那一天告诉医生我在什么时候吃过药，什么时候喝过酒。之后在频繁的起夜、频尿、小腹肿胀的过程中，我迎来了人生的第1次产检。首先呢，你会被带进一个诊疗室，在那里护士小姐会带着你去测量你的身高、体重跟你当时的情况。然后呢，在同一个诊疗室里面就会进行阴道超声波的检查，会去检查一下你的这个胎盘啊，还有孕囊的大小。So, this is your uterus. Okay. So right now what we see is a yolk sac. Okay. So if this is a normal healthy pregnancy, is early, but you're not measuring right at 8 weeks though, and so so everything is possible. Okay. It could be a miscarriage. Okay. It can be a normal pregnancy. We don't know yet. 医生说我的卵黄附近应该有一个胎盘，但是并没有看到，也就是说我的小孩可能在整个过程中间已经没有了。So fingers crossed, yes, if your period really was 8 weeks ago, then this is not great. Fingers crossed. 但是还有一个可能，也就是可能我的月经比较不准时，所以实际上我的小孩还没有达到8周的大小，也就还不能被观测到。所以医生会建议我们再过2个礼拜再回来复诊。相信你一定知道等待那种坐如针毡的感觉，2个礼拜的等待对我来说实在是太久了，所以我选择了一个更快捷的方式，也就是检查 HCG 指数。
人体在怀孕的时候呢，这个 HCG 指数会逐渐的增高，也就是说，如果它没有增高或者持续下降的话，就代表孩子可能已经不见了。这3天我简直度秒如年，每一秒我都在检查邮件中间度过。而谁又能想到，美国的抽血并不是一张纸上有所有的指标信息，而是单独成一小份一小份的报告，一个一个这样寄过来的。在前2天，每收到一份报告的时候，我的手就会颤抖，然后激动的打开，最后再疯狂的在网络上搜索各种词汇，想了解这些东西到底是哪一项指标。而真正让我双手冰冷的是一份凌晨3点的报告。这份报告告诉我有一个指标是阳性的，我真的 Google 了很久很久都没有找到这个东西阳性是好还是不好。当时我真的着急到狂出冷汗，也没有查到这个叫 abort 的东西到底是阴性好还是阳性好。虽然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我去做一个 HCG 的检查会要 charge 我一笔血型的费用，也不知道为什么血型不能叫 blood type， 非要叫 ABORH。是的，它就是 A 型、B 型、RH 阴性。但我后来才知道，在 Easy Academy 网站上有丰富的医学词汇，从产检到手术。I'm open to a cesarean section. 所以我下次还原之前一定会上完这些课程，让一切都变得 so easy。更多资讯可以在下面资讯栏里面找到哦。回到主题，所以就在第3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我终于收到了 HCG 的报告。报告显示说我的 HCG 指数正在努力的上涨中，也就是说我非常有希望还是一个健康的宝宝，可能只是没有长到那么大而已。所以之后的2个礼拜，我都乖乖在家静养，只要没有流血就是最好的消息。一直盯到了见医生的前2天，我流血了，但是我的血又只有几滴，跟我在8点档看到人家一流产就全是血那种完全不一样。是从昨天，应该是从前天开始有一点流血，所以我现在就不是很确定了，我先去医院看一下状况。随着超音波的图像出来，也确认了我流产的事实。医生跟我们说，千万不要自责，因为早期的流产其实都是基因配对问题，在结合成为受精卵的时候多了或者少了一条 DNA， 它的多跟少跟我们是否喝酒、是否吃药这些都没有关系，只是基因结合的问题，所以千万不要自责。医生的话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剂，但更重要的是，医生说其实 miscarriage 非常的普遍，大概有25%的概率，也就是说大概每4个人中间就有1个人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你不知道其实是因为大家不说，但其实它是真的非常普遍的一种情况。这就是为什么 KOL 跟一些 YouTuber 现在都在做这样的一些科普。那我听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那应该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需要跟大家讲说，其实 miscarriage 它非常常见，所以不要有太过多的心理的负担。这次回诊之后呢，我选择了药流，因为偷懒新人觉得，吃个药好像比我再来一次医院再做一次手术更方便一点。但事实上，药流真的很痛。我的最后一次检查在上个礼拜已经全部结束了。Clean uterus. Oh, nice. Yeah. Look at that, perfect line. So all that cramping you went through was not for nothing. 医生说我的子宫恢复得非常好，而且新的卵子又一次在我的循环中形成了。I saw your ovary already. Look, little eggs. Look at that, beautiful. 所以这就是我这2个月的生活。当我知道我没有办法保住小生命的时候，我当然非常的失落。但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它可以健健康康的。假如真的是基因问题，那也许真的是最好的安排。有时候人生就是这样，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候给你惊喜，又会在你不小心的时候再给你一拳。在低谷过去之后，要记得抱抱自己，告诉自己辛苦了，亲爱的自己，然后继续走向下一段旅程。所以我现在要真的开始复更影片了，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